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富山海娜扎美出新境界，诚意帅气难挡，男主父母颜值惊艳四座。于正之前才大放厥词的表示，明年的大男主剧都会扑，网友们半信半疑。不过，评论区呼声最高的两个人，非肖战和程毅莫属了。肖战的《藏海传》可以说是大导家顶流，还是类似于《琅琊榜》的故事，听起来就很带感，也一直备受观众期待。而程毅则是因为有了良好的作品，在观众心里打下基础，所以才让观众期待值满满。程毅的《英雄志》至今没什么消息，不过听说也是一个悲伤至极的故事，最后落得一个孤独终老的结局，粉丝已经很开心了。现在，程毅的另一部古装大男主剧《富山海》也终于发布了杀青预告，距离和观众见面更进一步了。那么，我们就一起来看看预告，看看这部剧讲了什么。《富山海》是翻版《庆余年》。预告片的最后一句不过重来，揭示了这部剧最重要的核心：不要害怕重来一局。或许是因为穿越题材受限，所以现在的制作方都选择了运用写书的情节来掩饰穿越的事实。《庆余年》里就是这样做的，一切都是大学生张庆写的故事。现在，从富山海的预告里，我们就能看到穿着现代装的程毅，留着顺毛刘海，帅得很轻易。一句要是我写的话，代表了现代的萧明明要变成武侠世界的萧秋水了。萧明明在写故事，萧秋水的故事也正式开始了。来到萧秋水身体的第一件事，就是面临歃血未蒙名场面。四个意气风发的少年，疑似在热气腾腾的火锅面前，用匕首刺破彼此的手掌，把血放到碗里，还要喝掉。虽然听起来很热血，但是这么不卫生又伤害自己的行为，确确实实是萧明明做不出来的。可惜，面对周围三人满怀期待的眼神，萧秋水是拒绝不了的。于是，萧秋水用一脸英勇就义的表情问出：“有真吗？”如果实在要受伤，萧明明只能让自己的伤口小一点了。在成功结义之后，萧秋水就带着他的五颜六色兄弟踏上了提升武功之路。只是无坚不摧的魔剑和教人武功的大灰狼都极其离谱，逼得萧秋水只能走正道练武了。从预告片里程毅无处不在的打戏来看，富山海又是一场程毅本人的打戏炫技了，看得出来打得行云流水，干净利落。不过，预告还透露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信息：本剧最大的反派李晨舟也是由程毅饰演的。从这个邪魅的白发造型来看，确实很有沉香如屑的感觉了。甚至目前已经能看到两个程毅打架的剧情了，确实很好奇是什么技术实现的。最终，萧秋水也从一个青春意气的少年，成长为一个守护国家的大侠。只是从简介来看，原著故事的背景是南宋时期，为故事底色增添了一丝悲凉的底色，不知道剧版会不会保留时代背景。毕竟，现在的众多古装剧几乎没有依托中国古代时代背景的叙述了，说起来都是架空的故事，显得轻飘飘的，不落地。除了程毅之外，剧中还有不少的熟脸演员加盟，都大大提高了观众的期待值。老戏骨加盟，古力娜扎可以说是出道年龄不小了，但是实力却始终不详，一直都是靠着脸横行四方。这一次在《富山海》里，古力娜扎饰演了男主的姐姐萧雪瑜。从预告片里就能看到，娜扎的脸上妆感很重，给人一种浓妆艳抹的感觉，搭配她衰老的面容，显得更加违和了。尤其是剧中还有红色的衣服，衬托的整个人有种精致木偶感。从路透片里就能看到，古力娜扎的脸僵了很多，有点呆板的感觉。不过，
娜扎这次没演小姑娘，而是选择了男主的姐姐一角，已经是很明智的选择了。和古力娜扎形成鲜明对比的，还要数胡可。预告片中的胡可看得出真实的皮肤质感，虽然年纪已经上来了，但是却依旧面色红润，精神饱满。而在官方给出的海报图里，胡可从之前的舞剑状态变成了静态，看起来更是多了几分娴静的韵味，更加惊艳了。这样的胡可实在是太合适男主母亲的身份了，就是不知道剧方安排的是不是了。而丁永岱在剧中饰演的萧西楼，则是坐在那里就侠气满满，实在是太符合观众对大侠的想象了。如果是这一对夫妻来演男主的父母，那确实是王炸了。就还有从前的黄安马丘心智，这次也在《富山海》里饰演了老前辈，只是这白色的炸毛长发一出，感觉不是个简单的人物，有种脾气古怪的老怪物的感觉。张智霖疑似是剧中男主的师傅，预告中有两人一起练武的画面，只是名字就叫狂徒，未免有点过于放荡不羁了。陈钰琪在其他一般的剧里都能当女主了，现在却又在诚意的大男主剧里当配角，可见资源降级的严重啊。萧燕也算是观众的熟人了，今年刚刚在长乐曲里靠着没多少剧情的强取豪夺 CP 出圈，从扮相上来看，应该是她一贯的活泼可爱风了。知否里的祖母也来了，在富山海里应该也是年龄重量级的人物，预告里就看得出老成持重，甚至连庆余年里的五竹叔都来了，还扮上了皇帝，看得出来是翻身了。除了这些观众眼熟的演员之外，还有一大批名字高高在上，观众却一点也不认识的新人朋友存在。这几位在官宣的时候可是仅仅排在古力娜扎之后，可见地位。这位长相算不上出众的李凯欣，算是剧中的女3号，实在是非常生疏。紧随其后的本剧的男2号是徐振轩，戴着头套倒也有几分英气，就是演技还有待考验了。而之后出现的刘梦瑞，实在是和古力娜扎一样妆感太重了，就单单一个预告的镜头，就看得出漆黑的眉毛、延长的眼线、显眼的卧蚕，看得出想红的心很迫切了。丁孝莹在剧中使用的武器应该是白绫，只希望到时候不会出现赵露思电动白绫一样的笑话。张峻宁和张小晨算得上是一对难兄难弟了，虽然已经演戏多年了，演技也是比较扎实的一类，但是却始终没有太大的水花。尤其是张小晨，因为长相带这些不好惹，这几年有点向反派赛道发展的意思。